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大叔，今天给大家带来 FC 平台的蝙蝠侠2小丑归来。本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画面实在是不像红白机的游戏，过于的华丽了，人物贴图非常大，背景的图层感觉也不止一层，同时游戏本身的素质也不含糊。本作的1代我给大家录制过，难度非常高，可能很多小伙伴玩过。2代的难度也不算低，系统方面有了比较大的变化。1代的话是采用了副武器的系统，常规的武器就是拳头。2代呢就采用了多种的武器系统，有一点像魂斗罗。我现在用的是 N 弹，它是2束螺旋着出去。S 弹呢就是有一点散弹的意思。还有 C 弹，是类似于魂斗罗2代的 F。另外还有 B 弹，B 弹是跟踪的。每种武器还能够蓄力。最好用的我感觉就是我现在用的 N 弹。后面的各种武器的蓄力还有效果，在合适的机会也给大家演示一下。屏幕的左上方是我的生命条，生命条下边有一个 B 槽，这个 B 槽是捡能量球才能够增长的，捡满了之后人物会进入短时间的无敌状态。无敌状态持续过程当中，如果你再次捡到能量球，无敌状态会延长，但是整个游戏的流程大概也就能实现2次左右。好，我刚刚用了一下 N 弹的蓄力，感觉射程变近了，但是输出好像变强了。这个飞空艇没有打到我，1关3，要打 BOSS。BOSS 战和常规的关卡是2回事。啊，对面的血量是4万，我呢是8万。打 BOSS 的时候，蝙蝠侠的固定血量就是8万。常规关卡的血量不继承到 BOSS 关卡， BOSS 关卡的血量也不会再继承到常规的关卡。所以感觉 BOSS 战的时候更有单挑的意思。这里的敌人会飞，传送带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而且我感觉本作同屏的活动块数量也特别的多。你看我现在发射的这个子弹，虽然肉眼大概能看出来它是在交替的显示，但是这个数量也非常多了。一共2排，大概10几发。如果你换成魂斗罗系列的话，那屏幕上的子弹就会交替的闪烁着显示。看见能量球了，我跳到了电网里去吃。这个等一波节奏，平台的速度还是很快的。如果你没有背过板，或者这款游戏玩的不太熟练的话，这个平台很难踩中。2关2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关卡，一个横向的飞行射击游戏。这个关卡在本作会出现2次。游戏的整体流程一共是7大关，每大关的小关数是2关到3关。通关一次大概要15到20分钟，这个长度还是可以的。刚刚开着飞船的敌人他会发射4发导弹，躲一下就可以了。最好的无敌位就是在中间。5关应该差不多过关了吧？前2关的难度都不算高，我感觉游戏有难度是从3关1开始的。3关1应该是整个游戏前半段的难度最高的地方，流程很长，天空有下来的导弹，而且前面有使用风的巫女。这个风呢有2种形态，一种呢就是横着推过来，还有一种是像咱们的子弹一样螺旋着前进，这个就比较难躲了。另外大家看现在这个桥被雪覆盖了，雪覆盖的部分下面如果没有木头，那你一脚踩上去就踩空了，一条命就没了。
这个游戏很多时候都是掉坑里挂的，掉到坑里就是一条命。这种魔女还特别多，攻击方式比较难躲，因为人物贴图比较大，所以说给你的反应时间就不是那么的长。贴图大了，敌方的攻击速度还快，你的被攻击面积还大，难度主要就体现在这里。三瓜传送带特别多。C 弹的话，咱们下一关再吃吧，后面多演示几种武器，但是最好用的就是这一款。我看这里前后夹击，后面有这种电锯啊，前面是扔桶的敌人，感觉没法躲了。我刚刚使用了一个滑铲，滑铲是本作的一个特殊动作，按下按跳。但是滑铲的速度太快了，而且我感觉距离也很难掌握，所以说我不太常用。这里上面的剑刺是秒杀的，一下就没了，所以没事还要多蹲着点。毕竟咱们操作的蝙蝠侠只是个普通人，超能力是有钱。等一波，这个地方比较难，一个是横向的来回运动，一个是纵向的。幸亏他俩的节奏不大一样，否则咱们找不到机会跳过去。一记滑铲 ，BOSS 战，滑铲还是神技啊！在这里勾引他一下，让他面朝左侧。如果他面朝右侧的话，他的这个攻击是很难躲的，范围太大了。第三关过关了。哦，这是老爷子的飞机、飞行器。第四关开场是一个强制的卷轴，这个卷轴咱们在1关2已经见过了。好，在这里呢，我捡到了最后一个能量球。大家可以看，这里能量球给的非常多，但是呢，每吃一个能量球，咱们的时间上涨的数量赶不上消耗的数量。好，我现在吃了一个 C 弹，这个 C 弹就像是超级魂斗罗的 F， 又吃了一个 S 虽然是散弹，但是攻击力比较弱。我刚刚使用的是它的蓄力攻击，蓄了一发，感觉也平平无奇。刚刚咱们吃到了加满的那个能量球之后，后面又给了很多连续的。那可以这样说，4关1就是官方给你的，让你体验一下这个无敌槽的一个关卡。那下一次无敌时间呢，玩家可以自己掌握一下，就是控制一下吃能量球的数量。我比较习惯在7关1，有的小伙伴习惯在6关1。好，这个是 B 弹是跟踪。6关1的好处是有一块激光的地方，可以利用无敌冲过去。7关1的好处是可以快速的往前跑。6关1那里如果没有使用无敌的话呢，就最好呢掉一滴血冲过去。看我刚刚这种攻击方式，在屏幕的边缘向墙上扔这个子弹，它爆的速度就特别快。打 BOSS 的时候能用到，打最终 BOSS 也能用到，但是呢，最终 BOSS 我不太喜欢用这个武器去打，感觉不爽快。我还是习惯用 N 弹。这里是一个纵向卷轴的强制关卡，感觉本关时长比较长，主要就是因为卷轴的问题，都是强制的，你想快也快不了。看电梯下面有2个闪烁的灯，
上面有运动的敌人，很多运动的子弹。背景贴图上，背景上也有这种闪烁的灯，所以说这款游戏的画面真的感觉太不像红白机的游戏了。游戏呢是日软做的，也叫太阳软件，太软，那一般都叫日软，日软软。那这个公司的游戏给我的印象就是音像效果真的是超出了平均的水平。好，这个 BOSS 战，回头一下，它中间有个蓄力槽，这个蓄力槽满了，它会发射一个攻击，咱们掉1万的血，所以说不要让它蓄满。通过左右的崩出来的火花控制它的位置，它如果在右侧反复的被打的话，掉血是很快的。继续说日软这个公司，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它出品的一些游戏，大家就知道了，它确实是游戏画面是很出色的。吉米克、超级间谍猎人、星际魂斗罗、蝙蝠侠1、2，还有超获星战记，都是很好的作品，而且画面也都非常出色。5关1了。这里的水流是有冲着你往前跑的效果的，所以说在水里要小心一点。平台踩上去还会动。等一波，等一波。这种箱子里面都是武器，它默认的呢就是给的 C 弹，你在打这些武器槽的话呢，它就会变化。等一波，跳2下，等一波这个，因为掉到水里就是1条命。5关2，5关2又是一个飞行射击的关卡，在这里趁机把子弹换了。飞行关我感觉都比较简单。这个武器我应该会保持到通关，不换了。使用这个武器打最终 BOSS 呢，有一点好处，就可以一个个拆它的零件。5关2的流程也不长，感觉马上要过了。已经第6关了，游戏过了大半了。好，第6关这里是很多小伙伴选择再积攒一个无敌，但不交无敌的话，交一滴血也可以。我感觉还是交一滴血比较好。留到第7关再积攒这个无敌。背景上有坦克啊，这关的小 BOSS 就是一个坦克。好，就是这个地方，这个激光是比较难躲的，因为1号、2号中间有一个传送带，后边的3个又离得比较近，滑铲的速率还有距离比较难掌握，所以说我就采用了拼血。能用拼血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好的 BOSS 战，看这个坦克开出来了，非常的大。很可惜这个坦克只能敌人开，我的 F 都要按碎了，我也没能进入坦克。咱们的能量槽还差1个，这样就很直观的可以知道咱们现在是掉了1滴血的状态，血量最大是8滴。坦克里边出来的士兵是扔手雷的，咱们掌握好节奏封它就可以了。这个坦克是不用打碎的。最好的位置就是坦克履带的第2个车轮那里，这里是最好的位置了。可以了，6关3，要打小丑了。这是小丑第1次出场，第一波躲他一下啊，后面呢就在他下边射就可以了。你要注意，你射出的子弹是2发，
你不要漏出去啊，要对得准一点。好，这样输出的才是最有效率的。你要是对不准的话，分叉了，那打的时间就要更长了。7关1，好，本关咱们先来吃一个无敌。刚刚过去很多的飞行机器人，这个飞行机器人呢，它是无敌的，咱们打不死它，所以说不和它浪费时间。上面那个能量太高了。好，这里看刚刚那个地方发出来好多的气泡，让我想起了超级魂斗罗的第4关，前面还有，就这儿。但是它这个气泡真的大呀，我中了一发。好，这是整个游戏最难的地方啊！注意这套操作，先是需要下蹲，一个小跳，然后再一个小跳，走下来再一个小跳。这个如果用不好的话，这里10条命都不够。好的，小丑了。小丑它边上呢有4个发射子弹的炮台，我是比较愿意拆这个东西的。拆它的时候呢，让我想起了魂斗罗初代，边上有几个发射爆脸虫的地方，每次玩呢，如果允许，我都会把它打爆。好，这里咱们可以往中间站一点啊，然后利用一侧的子弹来打它。它还有2形态，18万血以下就是2形态，在中间咱们对准了射就可以了。同样不要让子弹漏出去。然后继续打，咱们一下是6000的血，这种攻击是8000的血，无所谓。好，干掉，这样就通关了。咱们掉了2万的血，挨了3下。这里应该是小丑的基地，给它拆迁了。红白机的游戏最终的场景一般都是这样。那好吧，这样一款 FC 平台的蝙蝠侠2，画面非常棒的游戏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感谢大家收看，咱们下个游戏再见。